嗨，大家好。最近你是不是也觉得，不管走到哪，好像大家都在聊 ChatGPT？它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了。但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感觉它听起来好像很神，但又有点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？没关系，今天我们就花个几分钟，带你从零开始，把这个当红榨汁机一次搞动。真的，我相信大家不管是在滑手机啊、看新闻，还是跟朋友聊天，都一定听过什么 AI 啦、ChatGPT 啦，感觉好像什么都能做，很厉害，但又有点神秘兮兮的。你是不是也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又要怎么开始用呢？别担心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今天我们就来把它问个清楚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说真的，网络上的资料实在太多了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所以呢，能不能先用最简单、最白话的方式告诉我们 ChatGPT 啊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当然可以，大家可以这样想，把 ChatGPT 想象成一个住在你电脑或手机里一个超级聪明的智慧助理。你看它的名字，其实就透露出它的功能咯。Chat 就是聊天，代表它最厉害的就是跟你对话。那 GPT 呢，是一种很先进的 AI 技术，让它可以生成很像真人写出来的文字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能听得懂人话，然后用非常自然，像朋友聊天一样的口气来回答你各种问题的一个智慧大脑。它的用途真的非常广，可以说是包山包海，从工作到生活几乎都能派上用场。比方说，你可以叫它帮你把一封很难下笔的英文 email 写得更专业，或者当你脑袋卡住想不出新点子的时候，它可以陪你脑力激荡，丢一堆想法给你。甚至连准备工作面试，它都能扮演成面试官陪你来回演练。它就像一把万能的瑞士刀，可以大大提升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。好，现在这张时间轴真的非常惊人，它完全展现了 AI 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么可怕。你看从2018年的第一代 GPT-1 开始，它的参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它大脑里的神经元数量，大概只有1亿多个。但是短短4年后，到了2022年引爆全球热潮的 ChatGPT 3.5， 参数已经是暴增到几千亿的等级。而最新的 GPT-5， 哇，不止参数多到难以想象，它的推理能力更接近人类，甚至可以同时处理文字、图片、声音和影片。这真的不是线性的成长，而是指数级的爆炸，那个速度快到会让人头皮发麻。哇，听起来真的很强大。那对于一个完全的新手，像我这样的，到底该怎么开始第一步？要怎么注册啊？注册过程其实非常简单，你不用担心，基本上就跟你申请一般网站会员差不多，几分钟就能搞定。首先呢，你就到它的官网 chat.openai.com， 接着你可以直接用你现有的 Google 或 Apple 账号登录，这样最快。然后系统会寄一封验证信到你的信箱，点一下里面的连结，再输入手机号码，收个验证码就好了。对了，最后一步非常重要，为了安全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启用2步骤验证，也就是 2FA， 这样才能好好保护你的账号。问得很好，这也是很多新手会有的疑问。简单来说是这样，免费版就像是走一般道路，大部分时候都够用，但是到了尖峰时段，比方说大家都在用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塞车，速度会变慢，甚至没办法用。而付费的 Plus 版1个月大概$20，它就像是你买了高速公路的 VIP 通行证，你可以优先使用最强最新的模型，反应速度更快，而且保证你随时都能上路。另外还多了像是数据分析作图这些专业工具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只是偶尔玩玩体验一下，那免费版绝对够了。但如果工作上会很常用到，那 Plus 版真的会稳定方便很多。了解了，那我注册好也登录了，接下来我要怎么跟他说话，才能得到我真正想要的答案呢？是不是有什么技巧？绝对有，而且这就是把 AI 用得好跟用得普通的最关键的差别。俗话说“垃圾进，垃圾出”，这句话用在 AI 身上完全正确。你看如果你只是很模糊地问他，告诉我关于行销的事，那他也只能给你一堆像教科书一样很空泛的答案。但是如果你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指令，像画面右边这个，清楚说明了你是新的咖啡厅，任务是3个月的社群行销计划，
目标客群是25到35岁的专业人士。你看 AI 就能给你一份非常完整，几乎可以直接拿来执行的策略。所以关键就在于你要提供清晰的背景、目标和限制条件。这种设计清晰指令的技巧，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提示工程。大家不要被这个名词吓到哈，它听起来好像很技术，但说穿了，它更像是一门沟通的艺术。就像你去餐厅点餐，你说的越清楚，厨师就越能做出你想要的菜色，对吧？提示工程就是你用来跟 AI 点餐的语言，你学会它，就能让 AI 更精准地理解你的需求，端出你最满意的那道菜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更进阶但也超级好用的技巧，叫做角色扮演。你看这个提示，我们一开始就先下一句指令，你是一位有20年经验的财务顾问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这等于是我们先帮 AI 戴上了一顶专家帽，然后才提供详细的数据跟需求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 AI 就不会再用一般的方式回答，它会开始模拟这个专家的思维模式，还有专业语气来给你建议，让他回答的品质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。这是一个能让 AI 从还不错变成哇太神了的超实用技巧。哇，原来跟 AI 沟通有这么多学问。那市面上是不是只有 ChatGPT 这个选择，还是有其他的 AI 模型可以试试看？很好的问题。现在 AI 的世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， ChatGPT 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，但绝对不是唯一。比方说，如果你常常需要用 AI 产生图片或是分析图表里的数据，那 Google 开发的 Gemini 会非常强大。而如果你是工程师，常常需要处理程式码，那 Anthropic 公司的 Claude 会是你的好帮手，它的程式撰写和除错能力是公认的顶尖。至于马斯克开发的 Grok 嘛，就跟他本人一样，回答的风格比较幽默、有创意，而且很跟得上网络上的时事潮流。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专长，就像工具箱里的一字和十字棋子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最顺手的那一把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建议，大家一定要记下来，不要只依赖单一的 AI 模型。这就好像你看病，有时候也会想听听第二位医生的意见，对吧？当你需要处理很重要的资讯时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同一个问题丢给好几个不同的 AI， 然后去比较他们的答案，做一个交叉验证。这样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全面、更准确的观点，避免被单一模型的盲点给误导了。聊到准确性，这也让我想到一些问题。我们在使用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，关于资料的正确性，还有个人隐私，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？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，也是很多新手会踩到的坑。首先，大家记住一件事，大部分的 AI 模型如果没有特别设定去联网搜寻的话，它的知识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。比方说，目前这个版本的主要知识库可能只更新到2024年6月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如果你问他最近刚上映的那部电影评价怎么样，他可能完全不知道，甚至会给你错误的就职讯。所以，对于有时效性的问题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另外一个更关键也更危险的点是 ，AI 有时候会产生幻觉。这不是说他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，而是他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他可能会生成一些听起来头头是道、非常有逻辑，但实际上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错误资讯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对于任何重要的事实、数据引用，请你务必要自己动手去查证，千万不能100%相信 AI 给你的答案，把它当成一个很棒的起点，但绝对不是终点。至于隐私保护，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下来。我特别强调2点：第一，绝对不要把任何敏感的个人资料喂给他，像是你的身份证号码、密码、信用卡号等等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公开的布告栏，不要贴任何私密的资讯上去。第二，如果你只是想测试功能，需要一些范例资料，拜托，请务必使用虚构的假资料。另外，记得定期去设定里面检查，把那个允许你的对话被拿去训练模型的选项关掉，并且定期删除你的历史记录。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的好习惯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从 AI 是什么，一路聊到怎么聪明的使用它，有哪些替代方案，以及最重要的安全须知。我们学到了 AI 并不是一个什么都懂的神，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引导的非常强大的工具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一起来思考：当 AI 越来越强大，
它究竟会是我们得力的助手，帮助我们走得更快更远，还是说最终会成为我们的取代者？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持续关注和思考的议题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